Why are you laughing? This is how we move now. Sure it's visible in all angles. You see my passport already? I'm not an illegal immigrant, as you can clearly see. Look at my passport before you ask me if I'm a U.S. citizen. Passport yako hapa kwa kichwa, kwa forehead. This is how we move in 2026. 你敢信吗？那个平日里啊吹得武德充沛、人手一把枪的灯塔国，真遇到事儿了，竟然全成了软脚虾。最近大洋彼岸那个漂亮国，那真叫一个多事之秋啊！刚刚那边呢还在为了个斩沙县的事啊吵得不可开交，又诞生了一个新词儿，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但也觉得特别贴切，叫什么呢？不叫伊万诺夫啦，改叫北美诺夫，或者叫北美小帕菜。你别笑啊，这个词儿吧，那是相当的具体啊，相当的形象，简直是入木三分。以前啊，咱们这边的公知是怎么吹捧漂亮国的？那话说的啊，一套一套的呀。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它的文化就是法治文化，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还有那个好莱坞大片啊，你肯定没少看啊，什么第一滴血里的兰博啊，端着那个激光枪啊，横扫千军。还有那个什么超级英雄啊，在废墟里拯救世界啊。这些画面呢，给全世界造了一个巨大的梦，大家都觉得哦，嚯，这鹰将家的人啊，骨头真硬，武德充沛，惹不得。但是现在这个梦醒了，彻底碎了一地啊，扫都扫不起来。现实什么样呢？那位董王这回可是动真格了啊！他手底下那支锦衣卫啊，也就是那个什么叫 ICE 的部门，咱们姑且啊叫他鹰将拆迁队吧。这帮人现在啊是邪魅一笑，什么风能进雨能进啊，老子就是风雨，老子想进就进。这几天啊，这帮锦衣卫呢和漂亮国的老百姓之间那是爆发了不少冲突啊。据说啊，已经有2个37岁的鹰将家壮汉啊，直接被屋里超度了，当场领了盒饭。按理说这都出了人命了呀，而且是出了名的武德充沛的漂亮国呀，那还不得掀桌子吗？结果呢，除了举牌牌、送鲜花、点蜡烛、搞搞哀悼这种行为艺术之外，顶多啊也就是趁乱呢再来一次零元购，顺手牵羊抢2双球鞋，抢个电视机。除此之外啊，没有任何实质行动的战斗力。所以说吧，大家现在看出来了吧？那个游戏里的路易吉啊，在这个漂亮国那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呀。那这里面吧，它有一个最大的笑话。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在漂亮国啊，民间的众生平等器保有量高达 5.44 亿只，这个数字啊，占了全地球民间持枪量的1半以上啊。人手1把都不止啊，那简直是武库啊！公知们呢，以前老吹，哎呀，这个民间有家伙事吧，就是为了对抗暴政的，就是为了防止那个塔乱来的。然而呢，当真正的权力啊，当真正的国家机器啊，当那帮全副武装的黑皮真的赤膊上阵的时候，这5亿只民间持有的家伙事呢，哎，就像集体哑火的一样啊。完全发不出一点声响啊。这就好比是平日里啊吹得像老虎啊，但是真见了武松，全变成了 Hello Kitty。哎，我就纳了闷了，这些家伙事儿拿来有啥用呢？平时是拿出来吓唬吓唬邻居，或者说去这个学校里欺负欺负那些手无寸铁的祖国的花朵啊。再或者就是说，我有把破喷子，我就能去这个超市啊插队抢这个打折鸡蛋啦。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武德。真到了关键时刻，真到了面对那个塔的铁拳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物理说服器啊扔得比谁都远，生怕手里面有点东西啊，让对面的黑皮产生了误会，直接给自己来个销户套餐。他们这个心里面是门儿清啊，反抗就是重开，跪下才有机会苟活。Your protests
are as worthless and pointless as your votes.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peacefully protest for the same thing befor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already heard you and they are simply not listening? You've been protesting for the same things for years now, and they let you protest. You have a right to criticize your government,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re listening to you. In fact, they are very openly not listening to you. You have the right to complain, but that's all you have the right to do. You are not making a change in your government. You are not making a change in your country. You have no say in what the U.S. does. You have no say in what you get from the U.S.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your peaceful protests are where it begins and where it ends. There's no follow-up. There's no threat of a repercussion if you're ignored. That you would rather believe ignorantly that these politicians ar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lazily go to a voting booth once every few years and vote for one of them. You would rather go to a protest that's more like a picnic and brag about how peaceful and non-threatening you are. We are pathetic. We are cowardly. We are complacent. And we are just pathetic. We are genuinely one of the worst groups of people to ever exist. And history's gonna look back at us and ask the same goddamn question. Why were so many of us so willing to sit by, keep our heads down, and watch this shit happen right in front of us? 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小懒这不科学啊，他们不是崇尚自由吗？哎，不是不自由勿宁死吗？嘿，你那是被忽悠瘸了啊！这些年啊，这个漂亮国的人民呢，就喜欢刷步数啊。不管是哪个党上台，他们就去这个街上啊走2圈，喊2嗓子。结果呢，问题解决了吗？没有，隔几年换个党，还是老样子。这就叫驴象轮流坐，韭菜年年割。如果他们懂咱们那句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会不会大有作为呢？毕竟一勾件呢，在他们那儿不缺。如果他们懂力量源于人民，这漂亮国会不会多几个真正的平民总统？可惜哦，他们不懂啊，他们成了政党的工具人，成了 NPC。哎，你别被那些历史书给骗了啊！说什么西方人呢有这个反抗精神，当年英国搞这个大宪章那会儿啊，几百万人请愿，那是多大的阵仗啊！结果国王派了1000个宪兵出来。几百万人立马就软了，他们没有想着推翻国王，也没有想着夺取政权，他们也就是这么跪在地上，哭着喊着求这个国王开恩，多给他们2个便士啊，买土豆吃。那现在的漂亮国人呢，那就是完美继承了这种基因，骨子里啊就透着一种对强权的顺从。董王呢是看透了这一点啦，他说过啊，只需要少量的特工呢，就能横扫全美。以前大家吧都当他在吹牛皮，现在看来这老小子说的是大实话呀。他只要展示出足够的强硬，那些所谓的自由斗士呢就会自动把膝盖给弯下去。这个事吧，对咱们中国人，特别是对那帮挖岛上的井底之蛙，歧视太大了啊！长期以来这漂亮国呢都是在国际上扮演灯塔的角色，哎，天天指责咱们呀，干涉咱们呀，特别是那个湾省的问题啊，漂亮国呢总有些政客跳出来暗示他们会提供保护，那岛内那些岛内政客也把漂亮国呢当成了救命稻草，整天做着以美谋独的白日梦啊。现在请这些人睁开那双卡姿兰的大眼睛，好好看看，看看明尼阿波利斯的冰面，看看纽约地铁站那些磕头虫，看看那些缠在脑门上的蓝本本。鹰将家的人连保护自己的勇气都没有，连自己的尊严都守不住，这样的一群人怎么可能会为了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去拼命？所以这个漂亮国社会的撕裂那是已经完全无法愈合了。恐惧压倒了一切，未来的局势很清晰，咱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经济，增强国防，凝聚民心。咱们不需要像鹰将那样到处惹是生非，也不需要去向谁证明什么，咱们只需要冷眼旁观，看着北美懦夫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次再见。